好，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这个泰检的冲突哦。最新的消息呢是说，现在目前泰检边境啊，已经有再次交火的这个消息发生了。根据央视掌握到消息，是7月25号呢，泰国跟柬埔寨在边境地区已经再次交火。那根据泰国的媒体报道，是在凌晨的4点30分，由这个柬埔寨军队首先向泰方开火，导致边境的局势又再度紧张起来。那其实呢，这一次呢，这个泰国的村庄的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了，就其实这当中的村庄发生了一些爆炸来看看这个上面，这个是柬埔寨部队他们就是从基地发射了一些 BM-21的火箭发射器是在这个塔莫安通寺这边，然后发射出来这样的一个火箭发射器。那其实这个泰国的村庄也发生了这些爆炸的画面，这是在这个乌汶府这里也有出现一些这个激烈的bor火。所以其实看到，不论是在村庄，不论是在这个街道上面，都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冲突发生。那另外在四色菊府这边当地的一间加油站他们其实呢也是因为这个临近超商，然后遭到攻击建物也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和浓烟。现在目前泰国已经造成了9死14伤。那再来看看这个泰检边境6处的交火。泰国的 F-16战机那这个现在目前开炸关闭了边境，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已经第一波的这个空袭那目前泰军呢，他们发布了 F-16轰炸这个柬埔寨军事指挥所，但是呢，柬埔寨是否认遭到摧毁那再来看看这个柬埔寨的前总理，他说：“现在我们柬埔寨已经做好全面战斗的准备，不要夸耀你们的军事优势，或是妄想入侵柬埔寨你们将会面临到最严厉的报复。”但是现在目前国际上面评估是说，泰方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其实是占优势的，所以这个到底是这样的边境交火能怎么样落幕呢？现在其实引发了国际之间的关注那泰国的代理总理呢，他说我们泰国并没有对于柬埔寨宣战冲突也没有蔓延到更多省份那现在到底能怎么样控制呢？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了，他们就说当前的事态是深感忧心希望双方还是能够透过对话协商来妥善解决问题。那中方也已经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了。另外看看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他们在2025年的军事平衡报道当中他们就讲到，现在目前以泰方来说的话，他们军事的实力跟这个柬埔寨其实是差了3倍左右，因为泰国拥有一支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军队，那空军就是这个东南亚装备最精良、训练最完善的部队之一，所以泰国还有占有这个空优的优势那还有这些网络上面的粉专，他们讲到柬埔寨呢，前总理洪森他已经搭机离开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可是洪森是否认这项消息就说你说的这一个时间点那时候我正在透过视讯系统跟首相国防部长还有一些各军种的指挥官正在开会讨论呢，那我是要共同来对抗泰国，我可没有逃跑所以他还出来辟谣了这个消息。但总而言之呢，现在泰检双方一波一波的冲突正在升温当中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这个泰国跟柬埔寨可以讲是新仇旧恨中间引导火线就是一个边界未定区。那这个未定区里面又充满了冲突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庙是这个双方都认为是宗教的圣地，有点像耶路撒冷对不对？那这边发生边境的冲突呢，既然开火了，双方的实力就有一个评估了我们最近这100年来看泰国的保持很好的中立，跟任何一个国家它是中立，所以它没有大的战乱它旅游观光这些都赚了些钱嘛，泰国蛮赚钱的。相对的柬埔寨，前面你知道有一个血腥的高棉，就是柬埔寨的前身。柬埔寨跟泰国在古时候就互相有占领过对方，所以我讲旧恨嘛，是以前谁势力强大就去占领对方。
那柬埔寨势力强大就占领泰国啊，互有统治的经验。那加上现在的导火线是边境的冲突，边境冲突里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柬埔寨有点靠赌场诈骗集团赚钱。那泰国呢被中国逼的说要反诈骗，你不反诈骗，让泰国的观光旅游业损失很多钱啊，所以这些事情我讲新仇旧恨，所有的起火点它都有原因的。就是柬埔寨它国家穷嘛，它能从赌场也好，从这个泰国要发表赌场合法化，那柬埔寨是靠赌场赚钱的，这样你不是断了我的财路啊？诈骗集团多3不5时要送一笔钱给他，所以柬埔寨就觉得经济上受到问题了，再加上边境上的冲突就扩大嘛，所以你用火箭炮打那个杀伤力就不会太小，因为火箭能够打远一点的火箭口径都不小嘛。对，所以泰国马上就发动空军的反制，柬埔寨是没有防空能力的，没有空军嘛，所以这个冲突下去，我觉得还是根据老路了，在中国的调停之下会谈判解决了，要不然的话，实力相差太悬殊，实力相差悬殊，所以柬埔寨讨不了好。洪森也是刚刚接政权嘛，又向美国跟中国双方示好，但是你又离不了中国在东南半岛的势力，所以中国的调停之下可能会解决。我觉得这个战争呢，不至于爆发到全面的，大概局部上还有的闹。好，来问亮哥。我觉得这个还包括泰国的军方对前一阵子那个洪森外泄录音带，然后制造配通坦跟军方的冲突，我觉得也有一点积怨就是借机来教训你因为真的太悬殊了啦。泰国的国防预算是78亿美元，柬埔寨只有6亿耶，只有6亿啊，国家穷啊，然后柬埔寨连1架战斗机都没有，泰国有70架，然后泰国的兵力是柬埔寨的3倍36万比12万，泰国的坦克有280辆，柬埔寨只有40辆，所以你洪森到底在嚣张什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军力，然后小的那一边还不断的制造冲突嘛。因为不只是外泄录音带，现在泰国也说是柬埔寨先打的。他这个边境不只是主权争议啦，因为就是有主权争议，所以就开始产生走私那泰国也在责怪说柬埔寨把那个军火私运到泰国，就有很多非法交易了那当然，那个将军也讲得对，有一些诈骗集团就这边游移所以其实本来就事实上也不是发生第一次，只是以前都小打小闹啦，顶多用枪打一打或者抓几个人。那这一次泰国用到 F-16，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对，他就是要给你看看说，你是搞不清楚你自己的实力是不是？那不指着配通坦，然后你又先打，你到底要干什么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报那个阿西安已经开始介入了，就是东协了那东协可能会到联合国提案，那就是希望联合国派一个边境的划界小组来协助他们划边界了可是我觉得这不是边界的问题而已啦，而牵涉到洪森的这个人你到底要干什么啦？好，聂老师。OK， 我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是诡异多端。从2022年2月到现在，真的是战事不断从俄乌战争，然后到以哈到以伊，当然我还看到了这个印巴战争，然后现在呢这个泰柬战争。不过泰柬战争我讲也是不会打到太大了，因为这个如果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混乱的话，对这个北边的中国，他一定也会
出手嘛，因为这两边这个中国在这个经济贸易上或一些政治地缘政治上都有一些关系了哈。那我先讲一下，这两边也是蛮有趣的。他们两个，如果你看地图啊，这边是缅甸这样越南，然后泰国，然后当柬埔寨在下面这边延伸去辽国，两边都往南边接海。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稍微直在斜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边境从817公里。根本没有办法，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去明确划分。这跟什么有关？跟法国当时殖民之后，它这个绘表的那个 map 那个地图呢，两边都觉得这时候这样画这样。其实我们台湾对岸之间之前在讲这个海峡中也有这种问题啊。因为这样东西，如果你两边都不认输，就会出现问题。当然还有，据我所知，这两边的皇室洪森啊，还有这个泰国皇室，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貌合神离啊。表面呢，有时候呢合照啊，在这个相互交往，因为隔壁嘛，但有时候心里并不完全符合，所以呢，这就出现这个问题哈。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他们的军力之分析很有趣。刚刚这个亮哥也有分析啊，但是我自己也看了一个最新的2025年的报，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叫做 Global 的 Firepower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其实上我们知道，如果是打比较远程的，你可能海军甚至这个空军出去，但这可能跟海军比较无关。但是以空军来讲，柬埔寨战力怎么能比呢？我觉得还不是3倍的问题，它是多少倍？你知道吗？20倍。那这个也就是泰国呢的飞机呢，它有493架哦。你看最新的，那柬埔寨只有25架。可是你刚刚看到，我们看到这个荧幕里面不是有那个火箭炮在打吗？这个呢刚好相反。那个柬埔寨最强是火箭炮，火箭炮呢有将近这个泰国的20倍，所以它只能打火箭炮。可是火箭炮杀伤力有限，它打去的时候就是一些这些小的房舍啊，或死掉一些人这样子而已。但我觉得要打久的话，那柬埔寨决定是输定的嘛，还不只是3倍。那你刚刚讲坦克，其实好像柬埔寨是多一点，但其他几乎都差不多。那你光靠火箭炮，你怎么能打得赢呢？那人家的飞机只要出现启动，你就差不多了嘛。当然，甚至之前他们也花了钱，刚刚讲军备，这国防预算也比较多，也向美国买了不少的军备。不过要讲的就是说，这两边的关系哦，这个因为这个边境不清哈，你看那个中印之间也有这个2000公里的边境之战嘛，从南到北，有没有南疆到北，也是好多的战事不断。他们两边的战事也是真的是这个历史源悠长哦。尤其当时2011年，如果去看资料的话，也有一次很严重的战争。那时候战争大家认为的严重，死了多少人？10人啊。其实那就在他们觉得严重了，你只要有死伤嘛。这次已经一打7月20号就9人了，所以这次也算很严重了哈。但是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那今天这个柬埔寨呢，它的军力有限，它现在先用火箭炮呢，表示说你不要惹我，我有400多个火箭炮，你如果真惹我的话，我们就算未来会输，你也会很惨。所以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打人这个7分，自己也一定伤3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嘛。所以呢，我觉得柬埔寨他们只能用这个我不示弱，你也不要惹我。但是有些东西我不一定会赢你，但是有我的实力、我的筹码来做跟你未来的谈判，不管在边境上或者我们这个皇室私下的这个利益之上做一些谈判，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当然，刚刚这个虽然你也讲到了，的确他们那里哈，我也看一些资料很有趣。那就是因为你边境划分不清，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像那个它一个叫塔蒙森的这种庙宇啊，这个庙宇呢说不好听一点，那它是一个古迹，那他们当然想争取到底是属于谁的，也就是两边就争议不休。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据所在，那么边境之间又有多处不明确，那你说这两边不去争议、不去谈是不太可能，所以偶尔会小打小闹，只是一大吵大闹的时候。当然，其他大国难免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应该就会介入，因此呢，这稍微的打一下，让他们的想要积极谈判一下，我觉得我们就看在旁边旁观一下，我想这个也不会打太久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中欧的会谈呢，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碰面了。欧盟也提到说，两人向习近平谈及了中欧关系，还有现在地缘政治的挑战呢，包含了俄乌战事。那跟李强的会晤呢，则是涉及到双边关系当中的经贸领域哦。不过呢，这一次的合照呢，非比寻常。大家来看哦，这一次其实感觉起来。
来，双方的关系挺好的，就还挽着手哦，亲密的挽起手来。那香港01他的报道就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哦，很少有在这种国际外交场合如此直白的情绪流露。那这一次看到了中欧领导人合影的环节啊，习近平展现出的热情溢于言表，非比寻常。那也已经定调了，说这一次的中欧会晤哦，是一个愉快的基调啊。的确，我们平常看起来好像很少会这样子挽着手合照哦，所以他们说这是北京的笑脸攻势。那面对到了现在目前美国对于全球的关税挑战呢，北京倒是展现出来更加愿意合作的一个态势。那再来看到了这一篇讲到习近平就中欧关系未来发展呢，有提出了3点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还有践行多边主义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的发展正确方向。人民日报也评论了，中欧牢牢掌握双方的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有利于双方啊，也为世界提供了更稳定和确定性。那顺应时代潮流，双方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啊，其实中欧就是应该要做彼此更可靠，然后相互成就的伙伴也是在喊话，对于欧洲来喊话，不要走错了脚步哦。那这次路透社也关注到说，好像这个中欧峰会是不是北京打算用稀土来换艾斯摩尔设备出口的支持呢？那中方可能会借此来要求欧盟重启早先搁置的中欧投资协议哦。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艾斯摩尔就是这个晶片的这些设备能够有一些出口上面的松绑的话，中国大陆在稀土方面政策也可以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回馈哦，这是可能中欧双方主要要谈的内容。那另外还有呢，冯德莱恩也有说，这个欧盟跟中国已经就一项新的机制达成了共识哦，那会设立升级版的出口供应机制来协助疏通，像是稀土元素还有磁铁的出口瓶颈。现在看起来到底是如何呢？这个《环球时报》讲到啦，其实双方的经贸往来要遵循市场的规则，不能强买强卖。欧方不能说你抱怨中国买的少，又一边捂着拦着不让卖，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这个也是对于欧洲小以大义面对美国的关税要分辨敌我那美国才是敌人不要把中国错当了敌人这是《环球时报》的这一篇想传达出来的。那看到了美国现在目前川普跟马斯克因为闹掰了嘛，所以大家就在讲说，会不会接下来川普要来清算马斯克呢？川普现在改口了，他说不会他不会扼杀马斯克的商业帝国，本来是说要把人家赶出去的嘛，那现在改口了，他说所有人都称我会摧毁他的公司这不是事实。他希望马斯克跟我们国家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蓬勃发展，甚至空前繁荣。但是也有人在讲说，因为川普后来发现有些是马斯克公司就如果你不用他的，就其他也找不到替代品，所以这个川普才不得不这样子，现在得要改口就看看这个马斯克他们现在旗下的脑机界面公司 Neuralink， 他们呢就是在2031年，该公司制造晶片将会植入到2万名的病患的大脑当中植入晶片可以帮助这一些病人，那收入估计大概是10亿美元那他计划在6年之内经营5家大型的诊所，那提供的装置呢包含了可以实现大脑跟机器之间的沟通，还有盲人恢复视力，以及治疗帕金森氏症所以在医学上面也是很有注意那恐怕这样的技术，如果你得罪了马斯克，真把马斯克赶走的话，那可能就是美国就会在这个领域上面落后了。那马斯克还预告说，接下来 Tesla 的平价电动车也要问世这是缩小版的Model Y， 那续航里程大概是402公里这个是它在本身电动车领域也有一些战略上的调整。那在机器人领域呢，马斯克还开了餐厅
哇，这个餐厅挺厉害，在洛杉矶开启了首家 Tesla Dinner 这样的一个餐厅，那是由机器人来担任服务生哦，还结合了超级充电站、电影院，开业6小时的营收达到4.7万美元哦，比起邻近的麦当劳高出了30%，也变成了一个科技餐饮的新指标。很多人讲说，哇，这的确挺未来的，用科技这种机器人作为服务生哦，这让大家觉得说挺有新鲜感的。那但是呢，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 SpaceX 也要面临到，因为川普想要砍掉跟 SpaceX 的合约，但是现在看起来恐怕是离不开哦，因为自己本身美国好像没有其他可以替代 SpaceX 的其他公司哦，所以这也是川普棘手之处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其实中欧关系是非常不好啦，这个叫做强颜示好。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很清楚的，他希望欧洲能够更自主独立，更展现自己的角度，战略的角度啊。可是欧洲走不出来，所以问题是出在欧洲嘛。对，比如说中国大陆就觉得说，你已经被美国逼到这里了，习近平当然没有说了啊，可是你已经被人家30%，你为什么不会联中制美呢？我愿意啊，我愿意让你联啊。那欧洲也是那么大的经济体，为什么你不敢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定要被美国压住。我觉得中国是觉得难以想象啊。比如说中欧投资协议，2019年就过了嘛，后来就因为俄乌战争卡住，那现在俄乌战争也大概快要走完了啊。结果冯德莱恩还在质疑中国支持俄罗斯，你这个不是在找麻烦吗？你明明现在就是中欧投资协议，赶快表决吧，现在表决可能会过哦，那不是刚好让你对美国有一个筹码？对啊，那怎么连这种路你都不要？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稀土啊，中国对欧洲的稀土没有什么管制它主要是管制美国你冯德莱恩为什么要学美国讲话呢？你到底要干什么？美国人，坦白讲，她老公是都住在 Stanford 啦，7个小孩都住在美国，然后当然中国大陆这一个讲法，也只是希望你在姿态上，比如说阿斯麦尔是荷兰的公司，那你欧盟可以有一个姿态嘛，希望阿斯麦尔不要去不能出口中国大陆坦白讲，阿斯麦尔也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因为它有很多科技是卡在美国手里了，可是你欧盟，你可以有一个姿态你连这个都不愿意，那到底要谈什么呢？所以你去想嘛，中欧投资协定，中国大陆愿意给欧洲特殊的利多，你自己不要然后阿斯麦尔这个，你就站一下我的立场嘛，而且科技战对你没什么好处，又不是你欧洲企业在赚钱，都是美国企业在赚钱对不对？你也不愿意，你这样要跟我谈稀土，还在谴责我介入俄罗斯战争，你到底要干嘛所以本来是要开2天的会缩短成1天所以我坦白说我看到习近平这张照片，我觉得他是非常无奈的，就是你们怎么不知道跟中国稍微好一点的好处？你们怎么会看不透现在你们跟美国的矛盾呢？我是觉得他有点无奈了。习近平这个态度有没有像日本有一句话“觉悟吧”？好，来问将军。我跟你讲，欧洲实在是很矛盾的，在美国那边被一巴掌一巴掌呼的，冯德莱恩还在那里拍马屁，然后你欧洲这个时候你不投靠中国没关系你欧洲主要的产品汽车、电池，你还被美国强逼的要加国防预算5%，5%里面要买的都是高端武器，飞弹了、雷达了、飞机了。这样哪样？如果中国大陆也对你欧洲做稀土管制，我看你欧洲的经济怎么玩得下去？而且我现在都怀疑，冯德莱恩还能不能代表欧盟？
往下玩美国，你再往下玩，德国靠什么？法国靠什么？对不对？还有很多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要产自己的机械工具嘛。今天欧洲人唯一放不下是那个白种人的骄傲的身段。我告诉你了，他心里面毛病还在这个地方，就不屑跟你中国做这些事情，好像老娘被逼的去跟你中国人低声下气。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味道。但你面对川普，你又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川普已经放话了，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不把他打趴，美国不会歇手的，因为他也算世界上第3大市场嘛，对不对？他一个个收拾嘛，收拾完了，下面就好对你中国嘛。他后面那个40%的第2次制裁，那不就是针对印度跟中国嘛？你要买欧洲的俄罗斯的能源，对不对？那你欧洲我是已经把你北溪2号炸了，你只有靠我的天然气，靠我的汽油，所以欧洲自己都不想一想，你面临美国这种手段你怎么弄？梅克尔那个时代经济繁荣是靠俄罗斯的油、俄罗斯的天然气，让你的工业制造大量外送，凭你的工艺、制造技术，你称霸全球。现在美国人切断了你左膀，又马上用关税打你的右背，你就变成双手都是残废的一个欧盟。何况你欧盟本身就不团结，所以我不看好。虽然投票是让你欧布莱恩能够连任的，我看你还能干多久？现实逼人嘛。等到美国对欧洲的关税一旦宣判，我跟你讲，这个局势又有变化。到那个时候，你再来找中国，真的，我不好意思用习近平讲，你来晚了，对不对？他握的时候给你照片，我把条件都开给你看了嘛，你好好回去想一想吧。不是，我看日本那个剑道电影，每次拔剑出来就喊一声觉悟吧，所以下面这把稀土这把刀要不要出来？好，请教聂老师。OK， 我这样子想哈，中国、欧洲这两边呢，到底欧洲人要怎么看中国？我觉得有3正3负了。第一正呢，第一这个负呢，是因为我觉得欧洲人嘛，你刚刚讲到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他们是有历史渊源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所谓的这个历史渊源。第二个呢，我觉得欧洲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个世界霸主美国的这种霸权霸道或者霸凌其他国家那种威力，他们还是要考量美国的存在了哈。第三个呢，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就是他们有一种白种人的骄傲，他们丢不下脸，尤其是他们人种的这种差异性，那他们会比较偏美。那对中国呢，我们在美国读了10年书，很清楚嘛。在这个外国人的确他们是有一种种族歧视放在心里啊哈。那我觉得还有3样东西，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朝向中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地缘的关系，其实中欧这个这个地图是在一起的。那也因此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呢，早在这个经济开始成长之后呢，他做了非常多了不起的这个狂魔的基建。我们讲中欧铁路，当时在2011年就从这个重庆渝到新疆，渝新欧到了德国的新都斯堡，11179公里。然后到2017年又盖了一个，哇塞，从那个义乌一直拉到那个过英吉海到伦敦，12451公里。这种连接，它又拉到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整个这个所谓的交通布局，中国其实已经把线拉好，这种连接是存在。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reciprocal 这个字叫互惠，这两边是叫互惠。当然，欧盟不叫国，它里面现在有27个，英国出去之后27个国家，其实蛮混乱。真正在里面谈就德英法了。那其他小国，你说他们什么力量、什么筹码跟你谈呢？好，那最主要就是他们要互惠。现在川普的贸易战使得，当然欧洲受到伤害，不管你现在这个关税多少，的确他们需要一些经济的资源，而中国是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们互惠的话是两边同好，这是一个。那我就回想到2013年，当时的李克强还有这个习近平都到了德国去参加汉诺威会议，那是一个很高科技的自动化会议，结果隔年呢，就跟中德签了中德工业4.0的 I4.0 出现。2015年他们就写了一个文本叫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布了3部曲，2025、35、45，要在2049要升世界制造第一的。这个他的百年梦在做的时候呢，那个事情我看到了，现在延想到现在。那过去为什么他有筹码去跟德国签呢？
因为我觉得当时有2个，一个就是从 WTO 加入之后，他们的外溢存底不断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都知道嘛，哈，当时这个1兆从这个2006年、2009年、2011年、2014年这样一段黄神针的2014年第一季甚至突破了4兆外溢存底的时候，他的筹码是在的。就在那个时候，他跟中德签，而且还有一个他基建真的是让德国心服口服，就是整个欧洲。现在呢又来了，他的稀土真的太厉害。你说，当然不好意思，我认为他们还是有锁的，他们的稀土是有层次之分的。我们光讲民用就很多阶层，军用很多阶层，光稀土里面的元素就非常之多。你是哪一种能够控制人家未来最高科技发展，那个是很厉害的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又有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世界未来的先进科技。就是要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呢，当然设计端可能在美国，但是再下来的艾斯摩尔要那个光照，不管你用什么极光的或怎么样，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但还没到达荷兰艾斯摩尔的地步。他要这些东西，荷兰虽然不是德英法最主要的国家，但是他有这样的技术，也是中国要，因此这种交换是中国也要的。当然这个牵手哈，我当然没有办法像2位分析这么清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薛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稍后加入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凯道昨天呐，这个算是罢免的活动哦。10万人一起合唱《岛屿天光》啊，没有10万人没有10万人，但他们称自己有10万人。ChatGPT 说3万。哦，好，这个被亮哥给吐槽了，这个只有3万吗 ？ChatGPT 说的。那我们来看看啊，这当下还在唱《岛屿天光》。那杨大正说，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还在唱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我看到slide上面有人说，为什么11年了还在听《岛屿天光》？我更想问，为什么11年后我还要唱《岛屿天光》？对，为什么11年后还在唱《岛屿天光》呢？有些人就在吐槽，就说啊，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代表作？那还有现在也是民进党在执政，那你为什么还在唱《岛屿天光》？你为什么不去想这一方面呢？但是也有人更狠的吐槽，就说啊，是因为你没有打进这个大陆市场哦。来看一下，因为其实在这些年来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灭火器哦，其实从2016年开始哦，就是拿了许多政府的合作补助跟演出啊，还有文化部直接补助的320万元。所以呢，其实这些日子以来，就我们看到这个灭火器哦，它还有入围一些文化部的金曲奖啊、精英创作奖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主要的这个版图哦，也都是跟这个政府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政治活动的一些创作比较相关哦。那这个老网友就是吐槽啊，就说如果呢，就是你有办法唱到大陆市场，你看像现在5月天啊、周杰伦、萧敬腾、王心凌啊，就是这是网友讲的啊，灭火器你就是没有本事到大陆开唱，所以11年后也只能在台湾唱，而且还是唱原本那一首《岛屿天光》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多就是反对罢免的人也不忍啦，就直接用这种最狠的方式来做吐槽啊。这可能也是代表着越到了投票前夕，大家可能这个撕裂或者是这个不忍的这种态势更加明确。那另外呢，志祺七七现在也变成了这个反罢免主要的一个针对的对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挂着自己的人设是说他是一个很中立，在评论事情的。可是人家又说，那你做的这一篇大罢免争议懒人包啊，明明就不中立，明明就带有你的立场哦。所以在底下看到了观看次数哦，就是将近70万，可是不喜欢的倒赞数哦，比起按赞数还来得多哦。那还有频道这个逻辑思考有一说一啊，就是还去打脸了志祺七七的假中立，因为他这个宣传影片呢，其实就是倒赞数反而更多。那人家讲说你是在那边假人设吧？逻辑思维他就讲说这个现象啊，其实这个志祺七七算是赚到了一个观看量了，但是之后的流量恐怕会掉哦。他用2个频道作为例子，像是这个异色档案跟这个超派人生哦，那他们其实都曾经因为爆红而获取了大量流量，但是这是一个负面的爆红哦，所以在此之后呢，他们就消失在 YouTube 的洪流当中啊，甚至还有人在讲说啊，志祺七七当然得要这么说啊，因为要赚标案钱啊，标案钱才能够替他做这个整形费用哦。网友就开始在对志祺七七
做一些吐槽。那无良接标案就要付出代价。那目前小笠原欣幸也是在观察啦，就是说其实你看罢免跟反罢免双方在社群平台的论战呢，就是胜负的关键，更有可能会是未来政治风向的风速器哦。预言这场选战将会撼动台湾的政治走向。其实你在看呢，昨天呢，在这个主张罢免的一些活动底下，你看他那个留言区哦，我自己有去观察一下，真的是五五波。以前可能都是一片的很感动啊，然后就觉得说大罢免大成功，可能都是比较偏绿的意见。但是现在呢，站出来呛绿的声音越来越多，在网络上面呢，其实有越来越多这种转发都是跟绿的正面对杠哦，所以的确是像小笠原欣幸讲的，社群已经看得出来这一个论战已经开打了。那还有这个 AI 制作的反罢神曲啊，是不是也是冲着这些罢免团体而来？我们也来听一下。中途现实你还记得台南7年是场风光下的转战中央，说什么绿能未来希望，结果台风一来满街飞光板，秒到水淹电线断，这是进步还是笑话一串？别再甩锅说是对岸，这里烂掉是你搞砸的灾难。万一又再选政治变综艺连环撇，你说你民主，那我说 no， 我不是臣民，也不演这出。对，现在已经开始这个社群战哦，甚至用一些这种创作的方式。当这个你开始被丑化，或者当你开始被做成歌曲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风向球，就代表着你已经逆风的开始了，是不是？现在罢免真的已经是在一个逆风局里头呢？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赖清德的10奖啊，讲到一半，现在剩4奖，剩的这4奖就是什么长毛象、猛犸人、杂植人啊、表决多数人跟万元人哦，然后后来灾后的这个续奖。就是灾后的金句啊，什么第5奖救灾不能靠国军啊，屋顶自己爬，郭国文手机有讯号啊，这些都变成了一些吐槽的影片呐、甚至大家还找出来说，好像疑似是不是青鸟用红卫兵 AI 影片喊大罢免大成功？我们也来看一下哦。大罢免大成功，大罢免大成功，要统一，要跟我走。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其实这个不知道到底是这个真的是青鸟他们做的，还是这个反对青鸟做的。但总之你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网络上面、社群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不平静哦，有各式各样这个双方不同阵营的创作，已经在这个网络舆论战是打得如火如荼哦。那就是因为现在倒数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投票了，现在这个胜负感觉上面还挺焦灼，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倒数3天哦，这个挺罢免他们开始陆续有一些新的口号，一个就是小小多山的国家，再来就是讲自己不蓝不绿，但是它是对的，不是蓝的，不是绿的，它是对的。还有呢，就开始操作中国大陆又开始对我们打压，什么要抢我们的核电。昨天你看到所有的绿媒都在报这个，说又什么民视的记者啊，什么呛爆了什么大陆这边什么，然后连沈荣金都要跳出来说实在是很猛啊。民进党又开始在讲说大陆打压了，想要再催票了。可是年轻人真的吃这一套吗？现在这一套年轻人是不是已经看多了？就是每次到选前就要又有一个事件来，好像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套路了。真的年轻人这一次还会被民进党给带走吗？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绿营在网络或者是报纸，那个事实上它的流量大部分都是南部的啦。可是这一次是北北基桃跟台中在投票啊。所以有时候声势很大，你不能够理解为他们在北北基桃、台中有投票权啊。你不能做这样的理解啊。反而是蓝营的网络的声音上来，很可能阅读者。大部分就是住在北北基桃跟台中，所以就网络战来讲，我觉得绿营这些是没有用的啦。他现在更要忧虑的是，可能民进党内有人不动员了，我就给你赢啦。可是我事实上不希望你赢啊。你说英系吗？不止啦，不止英系啦，那很逆风。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赖清德赢？大罢免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只会让你增加独裁嘛。
就是把蓝白的杂质干掉，接下来就要开始清理党内的杂质嘛，绿杂质。所以我是觉得看网络基本上要来看罢免是不准的啊，尤其这个不是大选，所以大部分的中间选民不会投票。你不要以为中间选民会投票，不会投票啦。你去看基隆嘛，基隆上次谢国良这么热烈的一个罢免，投票率最后51%，这次投票率到55就已经很不错了，55。实际上蓝营的评估就是，如果能够冲到55，那对国民党比较有利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北基桃台中在投票嘛，不是你南部在投票嘛，对，所以热就会开始热动到蓝营的选民啊，因为蓝营的选民比较慢热，你知道吧？所以那绿营的选民比较快热，可是问题是他的选民是在南部，居多啦，所以如果说投票率可以到55，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好几个选区都是 PK 啦，就很难预测啊。比如说台北市，我知道有2个区是 PK 啊，非常的激烈啊。那到最后就是拼投票率了。可是你不要寄望中间选民啊，不是啦，不是中间选民啊，而是你的传统支持者有没有努力帮你拉票啦，拜托别人出来投票啦，这个才是主要的啦。我跟你讲，中间选民绝大多数都不会投票，你不要再想这个了啦。但最近中间选民也会被罢团啊，或者什么的，那个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啊。有些就是去被什么拍了照啊什么的。我知道了，我的意思，可是人家不会因为这样就气到一定要投票了。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讲的传统组织动员到最后就是拉票的力道了。那如果是我们以前在大选，就是你的 call center 了，你打电话有没有打到人家的家里了？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就是拉票，还有电话催票，就这2个在影响了。我不认为是文宣了。好，来问帅将军。其实我也很少看网络，但是我最近看到我从来不听饶舌的，我已经看到一个美籍的华人呢，那个饶舌唱的蛮好听的，那个句子也编得很好。其实啊，我跟你讲，台湾老百姓习惯被这种选举操作很热啊。其实我只呼吁一下，大家只要把听来的这些东西想一想，这个大罢免合不合理，有没有这个道理嘛？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眼看着关税压力要来了，眼看着中共的压力也来了，那内部搞成这个样子，拿什么去对抗啊？真的，经济马上就要衰退，这个我们的这个汇率啊贬值啊，对不对？然后工厂碰到关税出不去啊，对不对？面对你抗中的汉光演习，给你看到，我心里面实在是没什么把握啊，对不对？你的那个战法我根本就不认同嘛，所以这个问题还忙到自己内部在打这个仗。我觉得蒋万安讲的话就最有道理了，你枪口干嘛对自己人呢？对不对？对关税你能不能团结一致呢？假如关税有好消息，这2天早就报了嘛，为什么压到后面？不是好消息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你还拼命去惹要抗中，你这种行为能够抗中吗？能够保住台湾吗？只有加速台湾的陷于战争的危险嘛。所以每一个选民呢，不管人家拉票也好，打电话，你只想想这事情该不该做，应不应该做，有没有道理做。全世界的罢免是针对某个人啊，某个人行为失当了或者贪赃枉法，你罢免，哪有罢免人家所有在野的立委呢？那这个跟政变有什么两样呢？但政变你又有政变的实力嘛，所以搞这些有的没的，你只让我们的选民感觉到自己无知跟愚蠢嘛，被这些神棍的这些诈骗集团一样的这种催眠啊，这种说法，看满街那个宣传车啊，这个扩大器啊，好像我以为在搞全民公投了，对不对？哪有这个必要呢？哪有政府国家的领袖，人家连马英九大家都骂他还要做全民总统，对不对？那你赖清德想做什么啊？一党独裁，赖黄，
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还好意思讲你是民主的、法治的、自由的国家？我跟你讲，选民自己考虑考虑了。好，来问念老师。OK， 我想明天7月26太重要，这个日子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会决定台湾未来很重要的走向。所以呢，选民不出来投票，我觉得真的是不了解台湾真正的我们该怎么去走未来哈。我先讲一下，当我不分析这个票可能的结果，但是我必须讲一下台湾的价值和未来。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价值和未来是两回事，但我必须结合在一起。因为台湾过去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从小时候学生活与伦理，然后到国中有这个公民与道德，这在告诉我们呢，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往上提升，会发现我们非常需要民主，因为由民做主。可台湾的民主出了问题，我觉得台湾民主就出现3大问题。第一个，人民呢盲目盲从，人云亦云，最后呢，而且会自私自利。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民主呢，被假设执政党拿出来做操作的口号。他的答案就是要赢就可以，选赢超过道德，所以我们价值已经不是道德，所以现在很多都说可以做，宁可做虚假的道德，那道德是假的，那怎么做呢？就有一个策略的走向，这策略走向怎么样呢？就包装嘛，那你可能做文宣，当中长期的可能就是教育，我们教育使然这10-20年已经把台湾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但是文宣真的很厉害，各种懒人包出来了，我觉得懒人包很容易让这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子呢，就真的走到了另外一篇。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这个什么大罢免大成功的红卫兵啊，我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反青鸟的做的，而是反青鸟做，不会是青鸟做，因为青鸟的很讨厌这个。我在2014年这个服贸事件的时候呢，曾经呢跟我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啊，常常在交流，常常来找我。我有一天只是跟他讲说，因为他支持了这个服贸，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未来的经济走向？讲了一些东西以后，他又讲得更严重。你说，我说现在我很担心台湾哦，我是担心台湾小孩子跟过去文革的红卫兵一样，他开始讨厌我，就开始分割啦。所以他们并不喜欢这个画面，我觉得应该是反青鸟做的。好，那我今天一个重点就是，到底人民，尤其是年轻人，你有没有宏观的概念？你如果很微观，你只看到台湾，现在台湾的教育全部是非常 narrow， 非常窄小。所以呢，现在用了文宣可以让导向你的信任、你的相信，而教育已经告诉你了，这个教育呢已经告诉你，我们台湾可能就是走台湾这个路线。可是我们宏观去看整个世界，现在世界怎么了？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在台面上的，只要你比较有能力接触到政府的，只要这政治呢想走一个方向，政治正确，你可以东西全拿，一路平顺。我们就刚刚讲嘛，2000年成立这个灭火器，就不过因为在这个岛屿天空，在2014年太阳花这样算是一炮而红啦。但你要知道，他后来在2020年也得到了31届的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台湾有很多乐团，他是不是最佳乐团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艺人，就像刚刚讲的，很多在大陆，因为大陆第一个，我们当然不要排，就我们台湾抗中反中真的太严重，大陆它有它的市场，不管从什么角色他们去，我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优秀、有能力走进去。我们看一下中国，你不要看它落后，它从湖南这个湖南卫视啊，那个超市开始就一路啊，他们的这个。文艺已经做到不出台湾了。当然，台湾在几十年前可能琼瑶小说，那过去我们那一代的电影，当然让我们非常的着迷。但是现在大陆已经不是这样，而且它市场之大，所以真的优秀的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当然，我最后讲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志奇77，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它包装是一个假中立啊。我觉得它这个懒人包做的真的是很明显就是一个业配。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业配，我们讲说自入性行销，这个从讲不好听，从 NC 法这是违法的啊。那我们真的很多交通部、内政部不是在做文宣，都会说这是内政部关心你，或者交通部这个广告。你现在所有的东西由国家的钱，甚至包装228事变的史诗给国中国小的老师去，请问有没有很清楚讲这是业配或自入行销，还是说这个就是中立，然后要让年轻人相信他们？我觉得这个啊，大家一定要很用宏观的概念去判断台湾的价值和未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